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。我们今天的话题从一段视频引出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仰卧平板杠铃卧推这个训练动作。可以看到这两个视频中，左边的训练动作做的是肌肉全程收缩，而右边做的是半程。请问各位，如果训练目标是肌肉体积，哪个是正确的？为什么？这个问题引出了今天的主题：肌肉体积训练时训练动作的幅度。首先介绍两个概念：肌肉全程收缩运动和肌肉半程收缩运动。全程运动是指使用整个关节活动范围来完成一个训练动作，例如刚才我们看到的杠铃碰到胸部的卧推。而半程运动则是指在整个关节活动范围内只执行部分的训练动作。使用全程还是半程取决于你的训练目标。在训练原则的视频中我讲过，按照训练的专项性原则，你想得到什么样的训练效果，就必须按照得到这种训练效果的方法进行训练。还拿刚才的视频举例，健身的人都知道卧推是训练胸肌的，那么如果一个篮球运动员做卧推训练，是不是训练胸肌呢？肯定是。但是篮球运动员训练胸肌的目的是提高胸肌的爆发力，从而增加传球的速度和距离。所以按照篮球运动员专项性原则训练，卧推属于爆发力训练内容。做卧推时需要做全程肌肉收缩吗？当然不需要，因为在传球时没有必要将胸肌完全拉伸，也没有必要将胸肌完全收缩。这种全程肌肉收缩的模式使训练者拥有更大的胸肌体积，但是对于提高传球速度帮助不大。所以在肌纤维分类的视频中我讲过，肌肉训练可以达到4个结果：提高肌肉爆发力、力量、体积和耐力。当然这4个训练目标不容易兼得，需要根据自我的训练目标决定训练时使用的方法。那么我想看视频的小伙伴多是想通过运动健身改变体型的，或者再直接点说，希望自己的肌肉体积增加。如果训练目标是肌肉体积，那么在训练中就应该做全程肌肉收缩。我来解释其中的原因。在肌丝滑动学说的视频中我讲过，肌肉能产生收缩和拉长，是因为肌肉中粗肌丝的横桥拉动或放开细肌丝实现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为了应付外界施加的阻力，粗肌丝和细肌丝之间产生了机械性应力。机械性应力可以导致肌蛋白结构发生改变，从而引发肌纤维微损伤。随后在经过修复和重建的过程，肌纤维得到恢复和生长。关于测定机械性应力，可以通过肌电图、力量传感器、血管造影、超声波以及一氧化氮和乳酸的水平等方法。这里涉及到的专业度较高，我只把结论给大家：机械性应力越大，肌纤维的损伤越大，肌肉体积训练的效果越好。所以训练时提高机械性应力成为肌肉体积训练最重要的手段。以下是来自美国体能协会 NSA 和 Sage Publications 等机构的研究报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以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时，肌肉全程收缩和半程收缩的比较。研究显示，全程收缩在图中为黑白方格的部分，比半程收缩在图中为黑色的部分肌肉体积增加的更多。确定了这个问题，就产生了另外2个相关的问题。第一，在做全程收缩时，肌肉的力量表现会下降。我们来看一下肌丝滑动的模型。肌肉处于自身长度时，粗肌丝和细肌丝有最佳的重叠区域，允许最多数量的横桥结合点，从而产生最大的力量。肌肉被拉长时，粗肌丝和细肌丝的重叠区域减少，可用于产生力量的横桥结合点减少，肌肉处于不利的发力状态。肌肉缩短时，粗肌丝和细肌丝重叠区域过度，限制了横桥结合点生成，肌肉同样处于不利的发力状态。关于这点，在实际训练中你肯定深有体会。例如在做哑铃平板卧推时，当哑铃处于胸部高度时，胸肌被拉至最长，这时你的力量最小。随着推举高度的提升，当肘部处于胸部位置时，此时你的胸肌处于自身的长度，这时胸肌的力量最大，你会感觉很容易推起。继续往上推至最高点时，胸肌处于顶峰收缩，此时你的胸肌无法继续缩短距离，因为粗肌丝和细肌丝重叠区域过度，没有继续收缩的可能。所有的训练动作都是这种情况，全程收缩让肌肉2次处于不利于发力的状态，使用的训练负重会降低。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当你确认以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时，肌肉的力量表现就不是你应该关心的内容了。第二，肌肉在做全程收缩时，关节可能在肌肉被拉到最长时出来承担负重的压力，这样有受伤的风险。刚才说过，当肌肉被拉长或缩短时，
机械性应力变大，肌肉发力受到限制。此时关节可能利用骨骼杠杆来助力肌肉收缩。一旦在助力的过程中，骨骼移动的方向和方式有问题，关节面就会出现磨损。不过，如果你的肌肉运动习惯好，加上筋膜、肌腱功能好，这类问题是可以避免的。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是提醒你，当你由原来的半程运动改为全程运动时，应该让身体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，这样才能保证安全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肌肉训练应该遵循专项性原则，以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时，训练应该做肌肉全程收缩。肌肉全程收缩可以产生最大的机械性应力，造成肌纤维的微损伤程度最大。肌肉全程收缩时，力量表现会随着肌肉的长度变化而变化，此时要注意关节的运动安全。通过今天的话题，我们再次理解了训练效果不要追求兼得。当你的肌肉体积增加了，你的力量也会增加，但是这肯定不如你以肌肉力量为训练目标的训练增加的多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